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象征美食节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层蛋挞皮。不知道你们在做蛋挞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情况？捏皮的时候面皮回缩的很厉害，捏出的蛋挞皮不好看，层次也不够分明。烤出的蛋挞皮外面看不到层次，内部也不够蓬松酥脆。如果你是一个做蛋挞皮的新手，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认真的看，因为我的方法非常适合新手学习。先来看看我这几天做的蛋挞皮。这个蛋挞皮层次看上去还不错，但是在捏皮的过程中，面皮回缩的特别严重，很难捏出我们想要的形状。这个蛋挞皮在捏的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回缩，并且它的形状也很好看，但是它的内部不够蓬松，层次也不够分明。接下来我就教大家怎么做，既可以做到捏皮的时候不回缩，烤出的蛋挞皮既蓬松酥脆又层次分明。100克水里加入15克白糖、1克盐，搅至融化。盆里加入200克中筋面粉，蛋白含量是 9%。刚刚那个捏皮回缩的蛋挞，我用的也是中筋面粉，但是它的蛋白含量是 11%， 所以不是所有的中筋面粉都适合做蛋挞皮。如果你家里没有合适的面粉，你可以混合进去一些低筋面粉或者小麦淀粉来降低面粉的筋度。倒入融化的糖水，搅拌成絮状。加入30克软化过的黄油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黄油很硬，不容易和面粉混合，所以提前软化黄油会让我们更轻松地揉入面粉中。和成面团以后松弛10分钟，10分钟以后再揉一次，让面团变光滑，然后放冰箱再次松弛20分钟。趁醒面，我们准备黄油片。120克黄油切片，用硅油纸把黄油片包起来，两头留出多余的空间。先用擀面杖进行按压，然后通过擀皮的方式把黄油充满硅油纸。完成以后放冰箱冷藏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面团也松弛好了，在案板上撒上干面粉，把面团放上去，擀成一个长方形。在擀的过程中要及时的补充干面粉，防止面皮粘案板和擀面杖。面皮的大小要能刚刚包住我们的黄油片，把黄油片放上去包起来。用擀面杖排出里面的空气，空气排完以后，把两头也折起来，撒上干面粉，再次擀成一个长方形。在擀的过程中，如果粘案板，不要忘记及时的补充干面粉。擀好以后，把上面薄薄的撒一层干面粉，两头对折，再次撒一层干面粉，折起来。用擀面杖把两头修整齐，然后包起来放进冰箱冷冻30分钟。记住是冷冻，不是冷藏。这里需要注意，放冰箱冷冻要保证底部平整，并且在冷冻15分钟的时候进行翻面，否则上面会冻硬。半小时以后，面皮明显的变硬，我们再重复刚刚的步骤进行第二次擀皮。这个过程需要重复3次，目的是让黄油和面粉更好的分出层次。而每次需要放进冰箱冷冻，是因为黄油长时间在室温会软化。黄油软化以后继续擀皮，内部的黄油就容易破皮而出，所以在我们擀皮的过程中速度要快。在每次对折之前都要撒一层干面粉，这一步很重要。在我们的中式面点中，有时候干面粉就像是天然的泡打粉，它可以起到蓬松的作用。如果擀的皮两头不平整，影响市容，就把它剪掉。再次包起来，放进冰箱冷冻30分钟，中途别忘记反过来。现在进行第3次擀皮，也是最后一次擀皮。擀好之后把一边擀薄，这样捏出的蛋挞皮不会有明显的接口。
撒上干面粉，卷起来。在卷的过程中要卷一下往前推一下，这样才能卷紧。卷好以后放冰箱冷藏2到3个小时，记住是冷藏不是冷冻，时间不能太长，否则我们撒的干面粉就会和面团融为一体，会导致最后做出的蛋挞皮层次不够。3小时以后把面从冰箱里边拿出来，再次朝一个方向推，然后根据蛋挞模具的大小切出合适的剂子。如果你不确定切多大，你可以先切2个，根据你的模具捏一个蛋挞皮，然后再做调整。如果你想让蛋挞皮层次更分明，可以切大一点，把边捏厚一点。捏之前准备一个小碗，里边放点油。捏的时候食指和大拇指沾上油再捏，这样面皮不会粘手。这2个蛋挞模分别是小号前底和中号深底，我今天用到的是小号前底。通过试捏，我可以确定我切的剂子大小和我的模具刚刚合适，后边的剂子都按照这个大小来切。现在开始捏皮，先把手指沾油，用食指在中间戳一个洞，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。捏到这么大的时候反过来，利用4根手指和手掌捏。捏的时候要注意只捏底部和中间，不要捏边。利用这个方法捏皮，我们可以把我们切出的层次全部捏到外边，把侧面全部压到底部。捏到和蛋挞模具差不多大小的时候，再次反过来，放进蛋挞模具，用大拇指往上推。这个方法即使是新手也能很轻松的捏出漂亮的蛋挞皮。捏的过程中你们也能看出来，蛋挞皮没有明显的回缩，可塑性很好。面粉的精度选择正确，捏皮就会变得非常简单。所有的剂子都按照这个方法来捏。所有的蛋挞皮捏完以后，在烤盘上垫一张硅油纸，防止蛋挞液滴在烤盘上弄脏烤盘。把蛋挞皮整齐的摆放在烤盘上，加入蛋挞液。因为本期视频主要是教蛋挞皮，蛋挞液制作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很多人都已经会了，所以我把蛋挞液的过程放在了视频结尾。蛋挞液加到7分到8分满即可。加完蛋挞液以后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上火200度，下火190度，放中间，烤20到22分钟。时间和温度只是参考，不同的烤箱，相同的温度，烤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蛋挞，你需要在旁边看着，防止烤糊。蛋挞皮烤至金黄色以后，关火拿出来。层次分明，外表蓬松酥脆。如果你想把蛋挞皮烤成这种效果，你只需要把剂子切大一点，皮捏厚一点，其他的方法不用改变。耗子不会，耗子。现在开始制作蛋挞液，盆中打入2个鸡蛋，牛奶100克，白糖25克。白糖融化好以后，加入淡奶油65克。因为里面没有加入粉类，所以不需要过滤。即使加入了低筋粉或者淀粉，不过滤也吃不出来。这只是一个最基础的配方，你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入吉士粉、炼乳，甚至是果味粉，来增加奶香味或者果香味。这就像我们做现磨豆浆一样，黄豆打出来的只是原味豆浆，我们可以加入不同的谷类来改变它的味道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乡村美食节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